孩一觉醒来，却惊讶地发现整个世界都变得与众不同。昨天还离不开的近视镜，今天却变得异常模糊。他本以为眼睛坏掉了，可当他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时，差点惊掉了下巴。明明昨天还骨瘦如柴的身体，竟然变得肌肉饱满，线条分明，仿佛充满了无尽的能量。Peter? Yeah? Are you alright? I'm fine. Anything? Change? Yeah. Big change. 他一蹦3尺高的下了楼，就连奔跑的速度也堪比巅峰时期的博尔特，轻而易举就追上了走远的校车。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只是轻轻一碰，手掌便死死粘住了贴在校车上的海报，甚至需要用力撕扯才能将它取下。可看着自己干干净净的手掌，彼得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早已不同寻常。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女神玛丽恰好从彼得身旁经过，他本能地抬起头，没想到突然就察觉到了身后的黄油，紧接着玛丽便传来了一声惨叫，可下一秒 Wow, great reflexes. 没想到竟以这种方式第一次与女神进行了亲密接触。可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参差竟然跟海报一样，也牢牢粘在了手掌上。于是他只好用左手将它取下，没想到竟然从手腕抽出了几根蛛丝，随着他的拉扯，更多细如毛发的蛛丝竟瞬间粘住了对面桌子上的餐盘。还好没有人看到这诡异的一幕，彼得赶紧用力一拉，没想到一盘剩饭全都砸在了身后校霸的身上。彼得眼看大事不妙，赶紧起身离开了食堂，可连接餐盘的蛛丝却瞬间暴露了他的行踪。校霸哪能忍受如此羞辱，他二话不说便带着小弟追了过去。可校霸还没有靠近，彼得便敏锐地察觉到了身后的所有细节，就连空中漂浮的纸飞机，走廊上来回攒动的苍蝇，同学吸管里喷出的水分子都完全无法遁形。虽然重拳被彼得轻松闪避，但校霸却依旧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不顾彼得的道歉，紧接着便重新架起了拳头。然而一拳下去，又被彼得轻松躲开。再来一拳，依然只打中了空气。殊不知，校霸此时的拳头在彼得眼里完全就是慢动作。这时校霸一记重拳，彼得竟然使用高难度的后仰再次躲了过去。而当他遇到背后偷袭的时候，轻轻一跳便在空中完成了1080度的旋转。校霸恼羞成怒，他不得不使出了留校8年才练出的王八拳，怎料下一秒就被彼得抓住了手腕。随后彼得只是一拳，瞬间就将校霸打到了10几米开外。可就在他沉浸在胜利的欢呼中时，彼得却猛然捕捉到了玛丽眼神中的惊恐。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犯下了大错，于是他惊慌失措地跑出了校园，然后躲进了一条黑暗的小胡同。看着自己手背上被蜘蛛咬伤之后留下的痕迹，彼得瞬间明白自己身体的变化一定与昨天咬伤自己的那只蜘蛛有关。原来1天前，彼得与同学一同参观了纽约蜘蛛博物馆。可就在他借着校刊的名义给玛丽拍摄的时候，一只越狱的毒蜘蛛却悄悄爬上了他的手背。紧接着，这只小可爱便给他送上了一招恶蛛扑食。看着地上这只格外鲜艳的小东西，帕克却并没有将它放在心上。可当他回到家时，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他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劳。而当他刚一进房间，突如其来的眩晕感便让他直接昏倒在了地上。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裹上了毛毯，但此时右手上的咬痕却早已肿胀。与此同时，在蜘蛛毒素的作用下，彼得的 DNA 也开始了重构，他的基因也在那一瞬间与蜘蛛的基因融为了一体。彼得再次看向自己的手掌，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指上竟已经长满了细小而又锋利的倒刺。于是他尝试着将双手放上墙壁，没想到竟然真的能和蜘蛛一样，在墙壁上自由地攀爬。原来自己竟然拥有了和蜘蛛一样的超能力，兴奋的彼得随即便开始了尽情的释放。他只是轻轻一跳，便轻松地在2栋高楼中间完成了跨越。可他跳着跳着，却突然发现前方已经没有了去路。看着手腕上残留的蛛丝，彼得的内心突然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Go Web! Fly! Up, up and away, Web! Shazam! Go! Go! Go, Web, go! 就在他即将放弃的时候，一股蛛丝却再次喷涌而出。于是他用同样的手势瞄准了远方的塔吊，果然喷涌而出的蛛丝竟然瞬间就粘了上去。确认强度没有问题后，彼得随即便跳上了大楼的外墙，接着便闭上眼睛直接跳了下去。而结果也完全不出所料。晚上回到家，彼得发现厨房早已粉刷完毕，他这才想起自己早上离开的时候已经答应过本叔会回来干活。看着本叔给自己留下的晚餐，彼得心中满满都是愧疚。这时隔壁再次传来了玛丽父母争吵的声音，于是彼得借着倒垃圾的时机，再次跟玛丽攀谈了起来。可就在这时，突然出现的校霸却打破了这短暂的美好。眼见女神登上了对方的跑车，彼得满眼都是羡慕。
既然手下败将都能开上豪车，那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呢？可当他翻开报纸，却发现新车根本就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就算是最便宜的18手跑车，也至少需要2500美金。就在这时，报纸上格斗比赛的广告引起了彼得的注意。只要在擂台上坚持3分钟，就能赢得3000美元的奖金。一想起能够拉着女神一起兜风，青春的荷尔蒙便瞬间占领了高地。于是彼得立刻拿出画板，以咬伤自己的那只毒蜘蛛的颜色作为主色调，为自己设计出了第一套战衣。紧接着，彼得便为晚上的比赛做起了准备。可一不留神就将卧室弄了个一片狼藉。而他近期的改变也引起了本书与梅婶的注意。恰好彼得正要出门比赛，于是本书便以顺路为由将他带到了他谎称要去的图书馆。临近下车的时候，本书便趁机跟他聊起了最近发生的事。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彼得，高中这几年的转变将决定他未来会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千万不能误入歧途。 This guy, Flash Thompson, he probably deserved what happened. But just because you can beat him up doesn't give you the right to. Remember,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可此时彼得却根本就听不进去，他告诉本书不要像父亲一样对自己说教。伤心的本书也只好不再多说什么，只是表示会在晚上10点接他回家。而当本书的车子刚一转弯，彼得便立刻掉头进入了附近的拳击场。而看到今晚所要面对的对手，彼得瞬间便瞪大了双眼，因为对方真的是一位肌肉无敌发达的巨无霸。 What's your name, kid? The human spider. The human spider, that's it? That's the best you got? Yeah. Oh, that sucks. 因为彼得自己取的名字不够响亮，于是主持人便当场给他取了一个新名字——蜘蛛侠。可当他亮相的那一刻，赛场上却立刻响起了山呼海啸的嘘声，因为在他们看来，彼得这样的小个子根本就是在自杀。为了防止他临场逃跑，等彼得刚一站上拳台，工作人员便立刻放下了一个巨大的铁笼，并且用铁锁牢牢锁住了四周。随着比赛钟声敲响，巨无霸随即便扑了过来。 可彼得只是轻轻一跃，便轻松躲过了他的攻击，因为只要坚持3分钟就能赢得比赛。于是彼得立刻喷出蛛网与对手玩起了闪避，没想到对手根本就不讲武德，竟然抄起板凳向他发起了偷袭。眼看对方要置自己于死地，于是彼得立刻用脚踹向了巨无霸的脸盘，一招蜘蛛无影脚之后，紧接着便使出一招过肩踢，将对方彻底干翻，轻松赢下了比赛。 可就在他满心欢喜的以为可以赢得3000块奖金的时候，狡猾的老板却只给了他100美元，原因竟然是他没有打满3分钟。虽然内心十分不爽，可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高中生，彼得也不得不咽下这口恶气。然而就在他开门离开的时候，一个满头银发的壮汉也同时走进了办公室，随后他便扔出了袋子，并且掏出了已经上膛的手枪。 正要离开的彼得闻声看向了办公室，可面对老板歇斯底里的呼喊，站在电梯口的彼得却选择了视而不见，侧身放走了对方。被打伤的老板质问他为什么要放走劫匪，可彼得却冷漠地回了一句 I missed the part where that's my problem. 彼得以为自己这样做就是对他的惩罚，可他却不知道，命运的齿轮已经因此而发生了改变。回家的路上，彼得突然发现人行道上围满了路人，他凑过去一看，这才发现倒在血泊中的老人竟然就是本书。原来几分钟前，一名抢车贼从背后偷袭了他。联想起自己早上对本书说过的气话，彼得瞬间便流下了懊悔的眼泪。就在这时，身后的警察用无线电通报了凶手的位置，于是出离愤怒的彼得再次换上了他的蜘蛛侠战衣，并以最快的速度爬上了附近的高楼。一番连续跳跃之后，彼得很快就发现了凶手的行踪。随后他射出蛛丝，以荡秋千的方式，在纽约的楼群之中开始了游荡。不多时，他便跳上了劫匪驾驶的汽车，随后他一拳打爆了挡风玻璃，车辆瞬间失控冲出了马路。劫匪无奈只能弃车逃进了不远处的废弃工厂。可面对彼得这样神出鬼没的对手，所有的挣扎也全都是徒劳。他一把抓住正要逃跑的劫匪，接着便重重撞向了门上的玻璃。不解气，那就重新再来一次。眨眼间的功夫，劫匪就被彼得踹到了角落。Don't hurt me. Just give me a chance. Just give me a chance. What about my uncle? Did you give him a chance? Did you? 就在这时，警方的探照灯也锁定了两人所在的位置。彼得这才惊讶地发现，杀死本书的凶手就是自己刚刚放走的那位抢劫犯。原来这一切全都是自己的错。如果当时自己阻止他，那么本书根本就不会死。可就在彼得愣神的空档，嚣张的劫匪竟然再次举起了手枪。于是彼得不再忍让，他一掌拨开劫匪的手臂，接着便使出全力扭断了他的手腕。受到惊吓的劫匪下意识地往后一退，随后便被水管绊倒，直接摔下了大门。虽然大仇得报，但本书的死却让彼得久久难以平静。这天晚上，彼得沉思了许久，他翻出自己设计战衣的画册，本书最后说起的那句话也再次在耳边回响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Remember that, Pete.
Remember that. 这一刻，彼得真正的成熟了。于是从此之后，这个动荡的世界上便多了一个惩恶扬善的蜘蛛侠。他每天都游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哪里有犯罪发生，哪里就能看到他抓捕罪犯的身影。很快，蜘蛛侠的名号便彻底打响，并且成为了市民心中的街头英雄。而巨大的流量也顺理成章让他成为了个大媒体追逐的目标。可因为始终无法拍摄到蜘蛛侠的正面，报社老板只好开出高价向公众悬赏他的高清无码照，而这也为刚毕业的彼得提供了一个难得挣房租的机会。于是之后每次行侠仗义之前，彼得都会提前在最佳位置摆好摄像机，这样就能拍摄到高清的独家照片。可尽管照片质量上架，但抠门的老板每次还是能找到各种理由强行压价。 They're c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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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ga crap. I'll give you $200 for all of them. 虽然拍摄收入只能勉强支付房租，但彼得却依旧乐此不疲，因为这让他距离追到玛丽又近了一步。然而不久之后的航天嘉年华却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正在人群中拍摄的彼得无意间发现，自己暗恋多年的女神竟然跟自己最好的朋友哈利走到了一起。作为军工巨头奥氏集团老板唯一的儿子，彼得自然知道自己与哈利之间的差距。然而就在他一脸失落的时候，蜘蛛的第六感却让他迅速察觉到了危险。他抬头望向远处，竟然发现一只脚踩滑翔翼的绿色怪物正朝着他们急速飞来。就在众人为他的表演而欢呼雀跃的时候，怪物竟然直接向哈利与玛丽所在的看台丢出了炸弹。在爆炸的冲击下，大楼阳台的护栏也瞬间掉落。关键时刻，彼得迅速喷出蛛丝，救下了2名站在看台正下方的游客。眼看形势危急，彼得只好脱掉外衣，露出了穿在里边的蜘蛛侠战衣。与此同时，结构受损的阳台也随之发生了开裂，逃跑不及的玛丽也处于了即将坠落的边缘。然而绿魔却并不准备收手，他紧接着便将一枚高能炸弹扔到了奥氏集团高管的脚下。眨眼之间，所有高管便全部化为了灰烬。Hello, my dear. 生死时刻，换装之后的彼得从天而降，一脚飞踹，直接将绿魔踹到了楼下。怎料这一踹也让他脚下的飞翼完全失去了控制，不偏不倚地撞向了远处的热气球。下一秒，气球下方的广告牌便应声发生了坠落。还好彼得反应迅速，终于赶在倒塌的前一刻救下了一名男孩。怎料就在这时，掉下楼的绿魔竟然再次起身。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不但轻轻松松就接住了彼得的重拳，甚至一脚就将他踹出了几百米远。紧接着他再次跳上飞翼，随后便利用飞翼上的武器对他展开了扫射。然而普通的物理攻击对彼得来说根本无效，他再次喷出蛛丝，一个纵跃便跳上了高空上的气球。与此同时，玛丽所在的阳台也即将彻底垮塌。可就在彼得踩着气球冲向玛丽的时候，绿魔却再次从背后向他发起了偷袭。关键时刻，彼得用蛛丝遮住了绿魔的眼睛，紧接着他迅速摧毁了飞翼的电路，迫使对方不得不离开了现场。可此时玛丽也从高台上掉了下来，伴随着刺耳的尖叫，彼得纵身一跃，成功在最后一刻救下了玛丽。紧接着在众人的注视之下，彼得抱着女神穿越了整条街道，最终将玛丽放到了一处位于大楼顶层的私人花园。 Don't mind us. She just needs to use the elevator. Wait! Who are you? You know who I am. I do. Your friendly neighborhood Spider-Man. 看着在街道中央自由飞翔的蜘蛛侠，玛丽内心也渐渐生出了爱的萌芽。与此同时，被蜘蛛侠打败的绿魔也返回了自己的豪宅，而他不是别人，正是彼得好友哈利的父亲诺曼。 I'm right here. I don't understand. Did you think it was coincidence? So many good things all happening for you. All for you, Norman.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what you won't. To do what you can't. To remove those in your way. 原来董事会成员企图绕过诺曼，将公司卖给竞争对手。于是诺曼体内的邪恶人格绿魔便利用航空嘉年华，对公司的所有高管进行了团灭。而现在唯一能对他造成威胁的，只剩下了那个喜欢行侠仗义的蜘蛛侠。于是第二天，绿魔便突袭了报社老板的办公室，他逼迫老板交出那个为他们提供蜘蛛侠照片的摄影师。可没想到，报社老板虽然平时偷奸耍滑，但在关键时刻，他却始终没有供出彼得的名字。就在绿魔将要痛下杀手的时候，彼得再次从天而降。然而狡猾的绿魔这次却突然从盔甲内放出了毒烟，彼得躲避不及，片刻的功夫便昏了过去。而当他再次醒来，却惊讶地发现绿魔不但没有伤害他，还向他投来了共同合作的橄榄枝。他告诉蜘蛛侠公众，对他只有3分钟的热度，他们最想看到的就是英雄的失败与陨落。因此不管他做过多少好事，到头来收到的却只有憎恨。但如果他们能联手，像他们这样少数的天才才能开创更美好的未来。果然就像绿魔所说的那样，第二天一早，
蜘蛛侠与绿魔狼被围歼的新闻便登上了新闻头条，就连逮捕他的通缉令也很快贴满了大街小巷。可即便被所有人误解，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彼得却依旧不顾危险冲进了火场，并且冒着爆炸的危险，成功救出了一名尚未断奶的婴儿。彼得刚要离开，一旁便突然冲出了一名想要逮捕他的警察。可就在这时，火场内却再次传来的女人的呼救。I'm going. I'll be here when you get back. Not coming back, Chief. Go! Go! 彼得随即喷出蛛丝，再次跳入火海展开了营救。一番搜索之后，彼得顺利发现了被困的女孩。可他刚一靠近，这才发现呼救的人竟然是绿魔。因为蜘蛛侠始终没有对他进行回应，于是他只好制造火灾，再次对他提出了邀请。可英雄怎么可能与恶魔为伍？彼得想都没想，便直接拒绝了绿魔的邀请。绿魔也不再废话，直接掏出了藏在背后的飞刀。彼得见招拆招，一番闪转腾挪之后，便轻松躲了过去。可没想到随后便遭到了绿魔的偷袭。更糟的是，刚刚躲过的飞镖竟然具备回旋的能力。前后夹击之下，彼得无奈只好选择正面硬刚，怎料一个不小心就被飞镖划伤了手臂。彻底恼怒的彼得随即便给绿魔送上了一顿暴锤。为了避免浪费时间，于是他便趁着爆炸离开了现场。因为今天是感恩节，梅姨和玛丽都会来到他和哈利租住的公寓庆祝节日，就连哈利的父亲诺曼也要破例参加。可就算他如何飞檐走壁，最终还是迟来了一步。Peter? Is that you? 为了防止暴露身份，于是彼得只好在众人进门的前一秒躲上了天花板。怎料就在这时，彼得手臂上的伤口却突然流下了一滴鲜血。而这微小的响动瞬间便引起了诺曼的警觉。可当他抬头看向上方时，机警的彼得却早已躲入了阳台的下方。随后彼得便再次从正门返回了公寓。然而就在大家祈祷的时候，梅姨却突然发现了彼得手臂上的血痕。彼得只好解释自己在街上被脚踏车划伤了手臂。而当梅姨打开袖子，一旁的诺曼便瞬间脸色铁青，因为他一眼就认出这就是自己飞镖造成的伤口。 How did you say that happened? Bike messenger. Knock me down. 诺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最大的敌人竟然就是儿子哈利的挚友。他随即便放下餐具，来不及吃饭便迅速离开了公寓。当天晚上，绿魔便袭击了梅姨独自居住的公寓。而当彼得赶到医院，梅姨早已被绿魔吓得说起了胡话。彼得突然意识到，绿魔很可能已经知晓了自己的身份，于是他立刻给玛丽打去电话。没想到对面传来的竟是绿魔的恐吓。可当他按照要求赶到现场，却发现除了玛丽之外，绿魔还绑架了整整一缆车的游客。他给了蜘蛛侠2个选择，一边是他暗恋多年的女神玛丽，一边是10几个无辜的孩子。说完之后便同时松开了手臂，可小孩子才做选择。彼得随即便纵身一跃，首先接住了掉落的玛丽，接着他利用蛛丝摆动到大桥的另一侧，单手抓住了即将掉落的缆车。但无法分身的彼得却瞬间变成绿魔案板上的羔羊。可即便连续遭受了重击，彼得却始终没有放弃手中的缆绳。然而就在绿魔打开飞翼上的利刃准备了结他的时候，却突然被一只10斤重的榴莲砸中了脑袋。他猛然回头，这才发现大桥上全都是想要保护蜘蛛侠的市民。不仅如此，恰好路过的垃圾船也成功接住了蜘蛛侠放下的缆车。然而就在众人欢呼营救成功的时候，绿魔却突然放出绳索，将彼得丢入了附近的一座废弃城堡。不等彼得反应，他便立刻扔出了一枚高爆炸弹，剧烈的爆炸瞬间便撕碎了彼得的面罩。他刚要起身，可紧接着便迎来了绿魔的一顿暴锤。因为刚才的营救耗费了过多的体力，此时的彼得已经没有了任何还手之力。Spun your last web, Spider-Man. Had you not been so selfish, your little girlfriend's death would have been quick and painless. But now that you've really pissed me off, I'm gonna finish her nice and slow. 没想到绿魔的威胁竟然瞬间点燃了彼得的小宇宙，因为在他的心中，女神玛丽就是他的那块逆鳞。面对绿魔刺出的3叉戟，早已精疲力竭的彼得不但稳稳接了下来，还猛然发力，直接将绿魔掀飞了出去。接着他再次吐出蛛丝，直接拉倒了绿魔身后的断臂。等绿魔刚从废墟中爬起，早已怒火中烧的彼得便再次发起了攻击。顷刻之间，雨点般的铁拳便砸向了绿魔的脸颊。面对彼得的暴风输出，自知不敌的绿魔只好跪地求饶。他摘下了自己的头盔，彼得这才惊讶地发现绿魔竟然就是哈利的父亲。 Mr. Osborn, Peter, thank God for you. kill those people on that balcony.
The goblin killed. I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Don't let him take me again. I beg you. Protect me. You tried to kill Aunt May. You tried to kill Mary Jane, but not you. I tried to stop it. I couldn't stop it. I would never hurt you. 诺曼表面求饶，可手指却悄悄启动了藏在彼得身后的飞翼。然而这点小伎俩怎么可能瞒过彼得的眼睛？他一个纵刃，飞翼上的利刃瞬间便刺穿了诺曼的心脏。Don't tell Harry. 没想到事情居然发展成了这个样子。为了不让哈利伤心，于是彼得便悄悄将诺曼的尸体放回了家。怎料恰好被回家的哈利撞个正着。葬礼结束后，彼得安慰着刚刚失去父亲的好兄弟，可哈利却当面发誓自己一定会让蜘蛛侠血债血偿。看着逐渐远去的哈利，彼得的内心也陷入了彷徨。面对女神玛丽的表白，纵使自己已经暗恋了对方多年，可为了防止她再次受到伤害，彼得最终还是拒绝了对方。也许这就是成为英雄所必须接受的宿命，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彼得的天赋，也是他的诅咒。彼得决定继续隐姓埋名，默默地守护着城市里的一切。